今天我们来介绍推挽式隔离型 DC-DC 电路。该电路包括一个带中间抽头的变压器、两个3极管、两个2极管、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。其中，电感用于抑制电流的突变，电容则用来防止电压的突变。下面我们详细看一下电路的工作原理。整个工作过程分为4个状态。状态1，当晶体管 Li-T 导通时，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绕组反向产生电压，此时2极管 Li-D2 导通，次级绕组产生反向电流，电流流过电感并给负载供电，同时电容也在充电。状态2，当 Li-T 截止后，次级绕组 N2 产生与初级绕组同向的感应电压，2极管 VDE 导通。由于次级绕组 N2 中的反向感应电压，电流开始减少，电感中的电流逐渐下降。状态3，当晶体管 Li-T2 导通时，次级绕组产生与初级绕组相反的电压，此时 VD1 继续导通，而 VD2 因受到反向电压而截止。状态4，在两个晶体管都处于截止状态时，次级绕组产生与初级绕组相同方向的电压， VD2 再次导通， VD1 的电流逐渐减小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电感中的电流逐渐减小。为了防止晶体管 VT1 与 VT2 同时导通导致短路，两个晶体管的占空比不能超过 50%， 并且在切换时留有死区。那么，这个电路的电压比是如何计算的呢？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等于次级绕组与初级绕组匝数之比，再乘以2倍的占空比。推挽电路的一个显著优点是在输入回路中，只有一个晶体管的通态压降，而相比之下，半桥和全桥电路中都有2个晶体管的通态压降。因此，在相同条件下，推挽电路的通态损耗较小，这对于输入电压较低的电源非常有利。因此，这种电路常用于如电动工具、无人机等设备中，将7.4伏电压转换成3.3伏供芯片使用。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